我是瓜皮儿。旺达幻视前情提要：朔灭归来后的莫妮卡重返天剑局，在局长泰勒的通知下参与调查了西井社区失踪案，意外进入能量场内，压制了他外界的所有记忆。扮演起旺达幻视夫妇的邻居杰拉尔丁，最终因为双胞胎的诞生和记忆恢复，莫妮卡被旺达丢出了西井社区。到这里，天剑局和 FBI 才清楚，旺达并不是受害者，而是这一切的控制者。每一集情景喜剧都是旺达在放送，删减掉了他不愿意看到的片段。天剑局和 FBI 只能全天候监视。情景喜剧还没有结束，转眼就来到了80年代，比利和汤米的诞生成了旺达幻视的一切。两个孩子免疫魔法，旺达想让他们停止哭闹都不行。幻视拿来了奶嘴，可孩子们依然不给面子。邻居艾格尼斯赶了过来，女人甚至看到幻视的脸都不带惊讶的。她听到孩子们的哭声过来帮忙，更表示自己有10000个方法让他们听话。突然来了句 Do you want me to take that again? 整的旺达幻视一脸懵逼，反应过来的旺达也没有感觉不对劲儿，这倒引起了幻视的怀疑。艾格尼斯的那眼神那语气就好像经常照顾孩子一样，而且不管他们遇到什么困难，艾格尼斯都会及时出现。幻视不禁怀疑起了女人的身份。婴儿床的啼哭声突然消失，转而发现孩子们已经长大了不少。对此艾格尼斯也毫不惊讶，更是语重心长地说 Kids. Can't control them. 一家4口的幸福生活也算是真正开始了。这是幻视的小时候吗？这才是吧。比利和汤米捡回来一只小狗，想要把它洗干净，说不定爸爸妈妈会同意留下来。刚刚付出行动就被旺达发现了，孩子们那可怜的模样，加上狗子也没有项圈，旺达心里有些动摇了。幻视想着孩子们还小，打算拿这个当说辞送走。然而艾格尼斯直接就带着狗窝来了，完全就是一副未卜先知的模样。狗子碰到插线板是火花四溅的，艾格尼斯直接赐名小火花，旺达更是当众施法，反正艾格尼斯也不会觉得奇怪。至于一开始说好的隐藏身份起了冲突，也导致幻视对妻子第一次产生了质疑。他并不太想让儿子们养狗，所以下了命令10岁以后才可以。然而两个孩子原地长大，艾格尼斯真是已经习以为常了。西井社区外天剑局基地，被逐出能量场的莫妮卡醒了过来，她毫发未损。也许别人不知道，但她清楚是旺达护住了自己的生命，与黛西交接了进度。众人开启了会议，泰勒局长已经将旺达当成了威胁，他们掌握了旺达的背景。旺达生于索可维亚，父母死于一场空袭，导弹制造商为斯塔克工业。当初托尼还并未成为钢铁侠，旺达与弟弟皮特洛侥幸存活，分别被心灵宝石唤醒了能力。只是现在旺达还没有猩红女巫这个绰号，回头想想似乎复联里也并未提及到，可能这部剧结束后才会被人们称为猩红女巫。奥创一战后，旺达加入了复联，第一次失手发生在拉各斯，梅德桑里德国的惨案，也因此成为复联签署索可维亚条约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在灭霸闪电战结束后，天剑局接管了幻视的遗体，他曾经的遗愿是不希望死后被当作武器研发，可天剑局似乎并没有这么做。9天前，旺达突袭了天剑局，将幻视的遗体抢走，不仅违反了索可维亚条约，还挟持了西井社区的3000余名百姓。泰勒局长更是直言他是恐怖分子。对于这种判断，莫妮卡是否认的。他进到过西井社区，旺达并没有伤害任何人，甚至是外来者的自己。可他没有办法改变局长的想法。吉米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情，如果幻视知道了真相，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。莫妮卡想要重返西井社区，和旺达好好聊聊，可不借助旺达的力量，他根本进不去。即便是有人带他进去了，也会被6边形抹除外界记忆。汤米和比利一晚长大10岁的事儿，他们通过电视看到了。双胞胎并不是西井社区的人质，看来的确是旺达亲生的。对方可是能手撕灭霸的存在，基本上也没有啥不能做到的。莫妮卡突然想到一种可能性，如果外界事物进入到西井社区后，会根据旺达的想法而转变形态，那是否证明旺达可以修改现实呢？他朝着自己传出来的70年代便服开了枪，果然有情况。当初进入西井社区前，莫妮卡是身着防弹衣，而进去后的衣服直接就按照防弹衣的材质重造了。想到这儿，他们打算送进去一些非实物。公司里，幻视忙于工作，为同事诺姆介绍了计算机的用法。很快，他收到一封邮件，是天剑局发来的身份鉴定，并向幻视透露了西井社区的真相。所有同事都当成笑话来看，这反而让幻视更加怀疑。他尝试用心灵宝石的力量去唤醒诺姆，男人醒来后慌张地告诉幻视，他在控制我的思想，快救救我。幻视立刻就将他恢复成了平时的状态。可以确定，老婆对西井社区做了什么。娘仨在家逗着狗，
旺达逐渐就忘记了时间的概念，日子都记不清了。自己和丈夫的矛盾肯定不能和孩子说，只能保证他们永远都是一家人。孩子们问妈妈有没有兄弟，刚刚得到答案就传来一阵怪音。三人一狗出去查看，只见一架无人机飞进了西井社区，由天剑局用80年代的技术打造，合情合理出现在西井社区内。莫妮卡试图和旺达交涉，回应他的只有一双猩红的眼睛。莫妮卡本想继续尝试，却被特勒局长下令攻击。他这才知道计划被男人利用了，私自在自己的无人机上装载了武器。随后整个基地都响起了警报，特工们包围了辐射最大的缺口。只见旺达身穿经典战衣，一脸杀气地把无人机残骸提了出来。一人面对天剑局毫不畏惧，旺达发出警告，这是自己最后一次给你们机会，他已经拥有了一切，胆敢打扰或者企图阻止都得死。真的霸气啊，就算是反派都爱了。又是一出电视广告，拉各斯厨房纸，果汁一擦即净。这天狗子小火花走丢了，旺达带着儿子们四处寻找。送信员路过表示，你们的母亲会解决一切。等他们找到小火花时，狗子已经因为吃太多树叶去世了。艾格尼斯是第一个发现的，双胞胎一时伤心过度，就准备原地长大，被旺达拦住了。孩子们恳求妈妈复活小火花，可旺达却说死亡不可逆，试图教会孩子们不要逃避。他什么都懂，什么都知道，却又独自承受着。幻视下班路过，看出了情况不对，他好一顿安慰儿子们。夜里，孩子们睡熟了，旺达默默地收拾着小火花的玩具。只是今天幻视承受的同样很多，他试图和妻子聊聊西井社区，试图让旺达放走这些人。旺达不想聊这个话题，强行放入了片尾。可这次幻视没有像往常一样被颠覆，而是确定这一切是旺达所做。他大发雷霆，一心想知道西井社区之外是什么，自己曾经到底是什么。这种想不起一切的感觉很让他害怕。旺达却还是那句话，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。西井社区内为什么没有孩子，这成了幻视的下一个疑问。可随即旺达却说， Tell me why.他并不是一切的始作俑者，甚至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都不知道。他只知道这里有着自己想要的一切。这时门铃响起，旺达表示这事儿跟自己无关。他起身开门，当场石化。门外站着的是自己的哥哥快银皮特洛。BGM 啊，你控制住你自己啊！只想说漫威 YYDS。另外 Who's a popsicle? 你这么说，你的妹夫是不是太没救子范儿了？大点声！本集随着1万版快银的登场也就结束了。假设一种猜想，结合他自己提到，小镇并不是自己在控制，旺达其实自己也无法离开西井社区，或者说西井社区已经不存在于这个地球呢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发出想法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